通知廚房。Y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，歡迎嚟到通知廚房。我之前已經出過2個燒肉嘅食譜，都大受歡迎。我今次就會出一個新嘅燒肉食譜，用最少嘅工具同最簡易嘅方法，達至完美嘅效果。喺呢度我要特別鳴謝 Marion Kitchen， 佢俾到呢一個新嘅概念我。佢嘅燒肉係用戒刀去將個皮戒開，而唔用上針嘅方法令到個皮鬆脆。綜合翻大家嘅意見，上針呢個方法的確唔容易掌握，特別係豬肉嘅脂肪層厚薄唔會塊一樣，而且大家未必咁容易買到上針用嘅工具。今次做法非常簡單，將五花腩解好凍，洗乾淨，然後抹乾身就可以開始處理，唔需要再同佢出水。要學 Marion's Kitchen 咁攞把戒刀去整嘅話，的確可以。不過我又唔係隨手有一把戒刀專係我嚟煮嘢食嘅，所以我就改用刀去做呢一個步驟。不過刀唔夠鋒利嘅話，要切開豬皮都有一定嘅難度㗎。做咗一輪，我真係決定放棄，太難啦。等我抄下我嘅百寶袋，睇啲咩可以幫到手先。啊，有啦！神奇鉸剪。我相信每個人嘅廚房都應該有一把鉸剪，一把鉸剪應該夠鋒利，可以好輕易咁樣將豬皮剪開。個重點係我哋要切開呢脂肪層，但係絕對唔可以剪到入肉。所以攞把鉸剪喺豬皮嘅表面薄薄地咁剪開一層先。剪過一次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打開一塊豬皮再檢查一下。如果我哋仍然見到白色嘅脂肪層，咁我哋就攞把鉸剪再薄薄地咁將佢剪開，重複2至3次呢個步驟，我哋就可以好輕易咁將脂肪層完全剪開，又唔會剪得太深，剪去肉嗰部分。而每一行必須要有1到1.5 cm 咁闊，呢一個係最完美嘅距離，可以令到我哋抽乾豬皮入邊大部分嘅水分。五花腩嘅豬皮剪開咗之後，就將佢反轉，豬皮嗰一部分我哋打直咁樣用鉸剪剪開，咁豬肉嗰部分我哋用一把刀平均打橫切2至3行，最多切到豬肉一半咁厚，唔好將佢完全切開，亦都要小心，千祈唔好切到去豬皮脂肪層嗰部分，咁樣做啲豬肉又容易熟，等陣間焗好嘅時候又容易將佢切開。將熒光幕指定份量嘅醃料攪勻佢，咁樣我哋就可以放個豬肉落去，將豬肉嘅底部同埋四面都搽勻啲醃料，而豬皮嗰部分就千祈唔好掂到啲醃料，要保持佢乾爽。呢個醃料嘅配方係業界一般做燒肉所用嘅，如果你落少咗其中一個材料，個味道就會同出街食嘅有啲唔同。Oops！如果豬皮嘅部分真係掂到醃料嘅話，唔緊要嘅，用翻啲廚房紙將佢抹翻乾淨就得噶啦。之後呢一步都非常之關鍵，我哋必須要喺豬皮上邊薄薄地咁搽1層嘅白醋上去。如果你想再穩陣啲嘅話，搽完醋之後，你可以再搽多層薄薄地嘅梳打粉水上去。白醋同梳打粉水，佢哋都有抽濕嘅功效，搽完喺豬皮上邊，會令到佢風乾嘅效果變得特別好。搞掂晒之後，我哋就將佢放入雪櫃，要冇遮冇掩咁樣風乾佢6個小時或以上。雪咗6個小時之後，你可以見到豬皮個樣已經完全唔同晒。呢個時候個豬皮已經變得比較硬身，同埋比較乾身一啲，但係佢其實未風乾得夠，我哋要額外做多一個步驟，要徹底將豬皮所有嘅水分抽走。我哋要將豬肉放入去鍋波爐、氣炸鍋或者焗爐，用一個較低嘅溫度，利用熱風將豬皮入邊所有嘅水分焗乾。至於個溫度嘅同時間就已經寫咗喺熒光幕度俾大家參考。用錫紙將豬肉4面包好，淨係露出豬皮嗰部分。如果你豬肉中間嗰部分係凹落去下陷嘅話，就要用一張錫紙折成一個波波，攝喺豬肉嘅底部。等佢中間嗰部分可以拱翻起，咁啲水同油先可以喺4面排走。依家就搞掂好晒，咁我就可以放佢入爐，將佢風乾。我用氣炸鍋將佢風乾咗1小時之後，攞把刀輕輕刮下個表面，你會聽到佢霎霎聲，證明所有嘅水分已經抽乾晒，夠晒乾身啦。
如果豬皮上面有少少水點嘅話，唔需要擔心，用一張廚房紙將佢抹翻乾，之後喺豬皮上面灑上少少嘅鹽，增加翻佢嘅味道。你唔想加嘅話，亦都可以唔加。而家我就放翻佢入氣炸鍋，正式開始焗佢啦。至於你話個溫度同時間，我已經寫咗喺熒光幕度，大家可以參考翻。各位觀眾，燒肉焗好啦，但係千祈呢個時候唔好搞佢住，俾佢休息10分鐘，我哋先切開佢。等咗10分鐘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將燒肉切開。你睇一嚿嚿燒肉都幾靚仔。之前我哋將豬肉嘅部分切開咗，所以一定焗得熟。至於味道，梗係好食過出街買啦。加上佢入邊爆晒汁，真係非常之好食噶。由於佢冇上過針，所以佢唔會爆出芝麻皮，個皮比較似啲脆皮乳豬。至於個皮有幾脆，咁就由我寶貝女食俾大家睇下。脆唔脆啊？係啊。最後嘥多你30秒提提你，食材嘅份量已經寫咗出嚟啦。睇唔切嘅話就喺上述嘅網址重溫。要知道我啲食材用咩牌子嘅話，就睇睇呢個短片嘅煙火。睇晒成條片都仲有嘢唔明嘅話，歡迎你嚟到我 Facebook 嘅專頁或者 YouTube 呢度留言俾我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，希望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仲要訂閱我嘅頻道支持下我。訂閱完之後，記得要撳埋隔籬個鐘仔喎，咁樣你先會收到我最新嘅通知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